叶晨，你这个废物，3年了，连灵气都感应不到。今日足迹，你连祖宗灵位都震碎了，天意要逐你出叶家。爹，别跟他废话了，一个连灵根都没有的废物，也配姓叶？把他修为废了，扔出城。3年了，神王记忆终于苏醒了。当年神域背叛之仇，今日先从你叶家开始清算。这是什么力量？炼气期，我叶晨800年前就是神域天尊了，今日便让你们见识什么叫真正的神王归来！大长老，快启动护族阵法，这逆子入魔了！叶晨，就算你得了什么奇遇，也不过炼气3层。哼，此阵能困筑基修士，你这种垃圾阵法，800年前就是我创的。不可能！你到底是谁？还记得你对叶晨做过什么吗？克扣丹药，纵容族人欺凌。今日。饶命！叶晨，住手！就算叶家对不起你，他也是你名义上的父亲。前世唯一护我的青梅竹马，这一世，3个时辰内，把叶家这些年吞我的丹药功法全部送来，少1颗。犹如此山。叶晨，这是族长让我送来的培元丹和凝气功法。放那儿吧。你这3年真的是在隐藏实力，为什么连我都不告诉？清雪，有些事我现在不能解释，但你要记住，这道神王护符能在危急时救你一命。小姐，不好了！柳家大少爷带人闯进来了，说要捉拿入魔逆子。柳剑，那个仗着筑基修为横行霸道的废物。叶晨，你别冲动，柳家有3名筑基高手，你才刚恢复。筑基，在我面前，筑基连蝼蚁都算不上。叶晨的废物在哪儿？我听说了，不知从哪儿得了点邪门功法，就敢伤叶族长。今日我柳剑替天行道！你什么速度？你就是柳家所谓的天才，23岁筑基初期，也敢来我面前叫嚣？放肆！少主小心！这怎么可能？筑基期修士，你随手跪下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做梦！看我柳家绝学疾风剑诀！这也配叫剑诀？
二指断剑，柳剑可是筑基高手啊！回去告诉柳家，3日内把你们在城中霸占的叶家产业全部归还，否则柳家除名。你确定没看错？叶家那小子二指断了柳剑的剑，千真万确，属下亲眼所见。叶晨连灵气都没外放，仅凭肉身之力就碾压了2名筑基长老和柳剑。城主，此事蹊跷。叶晨当了3年废物，突然实力暴涨，莫非得了什么逆天传承？能瞬间碾压筑基，这份传承至少是金丹级，甚至可能是元婴级。城主，再过3日就是城中灵脉试炼，不如借此机会。正合我意，传令下去，此次试炼奖励加倍，引那小子参加。届时，本城主亲自会会他，若他实声交出传承便罢，若是不识相，我这涮魂阵正好缺一个强大的主魂。九转神王诀已重修至第2转，等到了第3转，这颗星辰上的灵气便不足以支撑了，必须尽快找到灵脉。叶晨，你1天没吃东西了，这是我去百草堂换的灵米粥，能固本培元。你用自己的阅历去换的？我在林家本就是庶女，阅历也不多，但你刚恢复，需要补身体。清雪，3日后城中灵脉试炼，你同我一起去。灵脉试炼至少要炼气7层才能参加，我才炼气3层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是我神王府的灌顶术。清雪，这3年来只有你对我好，这一世我护你周全。叶晨，你变了好多。我没变，只是拿回了属于我的东西。听说叶家那废物也敢来参加试炼，真是不知死活。我大哥的仇，今日必报。赵兄，你我联手，那叶晨就算筑基也得饮恨。哟，这不是叶家的3年废物吗？怎么带了妞来送死啊？叶晨，我大哥的账还没算，今日这试炼你别想活着出来。你叫柳明，柳剑是你哥。没错，我已是炼气9层巅峰，半步筑基，今日便让你。这是什么妖术？我与你柳家的账，你哥还不配讨，你更不配。叶晨，试炼中禁止私斗，但入口外，本官没看见。走吧，清雪。狂吧！等进了试炼秘境，我赵家布置的杀阵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世上。此地的下品灵脉虽驳杂，倒也勉强能助我突破这筑基。叶晨，小心！我听说赵家这次派了名炼气大圆满的死士进来。叶晨，这是我赵家的4象血杀阵，炼气期入阵必死。就算你真有筑基战力，也得脱层皮。4象血杀阵，缺了青龙位，也敢拿出来献丑？
你怎么知道？这套阵法800年前就是我随手创的，阵眼不在四象。一脚破了杀阵。别杀我，叶晨，我错了，我愿意用赵家一半产业买命。杀你那太便宜你了。回去告诉你们赵家，我在你神魂中种下了奴业，从今往后，赵家所有灵石矿脉每月分我7成，若有半点违逆，是，千里之外我一个念头，奴才遵命。这阵法好邪，我能感觉到它在吞噬生机。噬魂阵，看来秦城主也掺和进来了。又来一个送死的，小子，你是秦老狗派来取老夫天火的吧？这气息是9天之上的天火神体，没想到这颗废弃星辰上还有这等极品体质。你不是这颗星辰的人，你怎么知道？叶晨，你果然来了！此阵专克神魂，就算你是金丹修士也……什么？区区噬魂阵，也敢在我面前卖弄？老夫火云真人困于此阵3年，今日脱困，秦老狗必死。恩公在上，受老夫一拜，敢问恩公名讳？叶晨，起来吧。你的天火神体被人下了封印，所以才会被这破烂阵法困住。恩公能看穿我的体质，这封印是仇家所下，修为跌落至金丹初期。封印解了！恩公大恩，火云愿追随左右，效犬马之劳。正好，我缺个跑腿的，先随我出去，把秦城主的账算了。叶晨，你倒是让本城主意外，不但破了噬魂阵，还救出了火云老鬼。城主，别跟他废话，这小子废了我2个儿子，今日我要将他碎尸万段。秦老狗、刘匹夫，你们一起上吧。火云，若你全盛时期，本同主还记你3分，可惜你这3年被噬魂阵消磨。现在最多只剩金丹初期。此乃封天令，可禁绝一方天地灵气，没了灵气，你们都得死。没了灵气，我看你们还怎么狂！来人，给我上！恩公，老夫体质特殊，无灵气也可肉搏，但这封天令压制太强。封天令，断绝灵气。我本就不用这方天地的灵气。我所用的是神王之力，这方天地容不下我的力量。神王，你是上界之人？现在知道，晚了。火云，这个人交给你处置，柳家产业全部没收，柳战天废去修为，逐出城。拜谢神王。是圣火宗内门长老赵乾，元婴大修士。天风城叶晨，出来接旨！你擅用禁术破封天令，圣火宗特来调查，3息之内不到，屠城！恩公，圣火宗是方圆千里第一宗门，宗门有3位化神老祖坐镇。化神，在我眼里和凡人没区别。你就是圣火宗的狗，3息已到，我来了，你能如何？好狂的小子！本座元婴中期，你不过筑基。这怎么可能？现在轮到你接我的旨。跪下！叶晨，你竟敢如此辱我！圣火宗有3位化神老祖，你若放了我……火云，掌嘴。是。
主人。第一，我来问你，圣火宗镇压的上古遗迹在哪儿？你怎么知道上古遗迹？第二，遗迹里是不是镇压着一节剑尖？那是宗门最高机密，只有宗主和3位老祖知道。看来我没找错，那节剑尖800年前是我的东西。800年，你究竟是谁？带路去圣火宗，若是遗迹中真有我的东西，可以考虑饶你一命。叶晨，圣火宗有化神修士。清雪，我说过，在我面前，化神连蝼蚁都算不上。叶晨，你镇压我宗长老，还敢闯山门，当真以为圣火宗无人？区筑基小辈，莫以为得了奇遇就能横行。我3人皆是化神中期，诸天星斗大阵之下，元婴亦要饮恨。跪下受缚，可饶你不死。诸天星斗阵，365道阵纹，阵眼在北极星位。你怎会知道？因为这个阵法是我创的。破阵反噬，此人至少是渡阶期以上的阵法造诣，甚至更高。我今日来有2件事：第一，拿回我的东西；第二，圣火宗从今日起归我管辖，有谁不服？叶晨，这解尖真的是你800年前的东西？他叫陆神，800年前我持他斩落过数位神域之尊，后来被叛徒以诡计击碎，散落各界。这只是1/9。老朋友，好久不见。金丹大圆满，你一口气跨越了整整一个大境界。还不够，碎片的冲击力只消化了30%。清雪，把手给我。我筑基了。我说过，这一世护你周全，你的修为我让太弱。主人，王都钦差到了，带了5000禁军和2名元婴供奉，说要押您进京。叶晨何在？圣上有旨，而擅杀朝廷命官，违封天令，罪该万死。速速跪下接旨。你的圣旨，对我来说和废纸没区别。大胆！左右供奉，拿下！这可是2位元婴大圆满。金丹与元婴的差距，在你们眼里是天堑，但在我这里，你们和我之间的差距比天堑还要大。叶晨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造反？你们还不配让我造反。回去告诉你的圣上，3日内亲自来圣武宗见我，若不来，
王都如这山。道宗，先将神来！好个叶辰，一掌败5000禁军，收复圣火宗，国师，你可有对策？陛下息怒，此人方才用的金光与毛骨悚身，与3个月前老夫观测到的天象异变吻合。他体内有一股极强的神魂之力，至少是渡劫期以上的残魂转世。渡劫期，那可如何是好？陛下放心，老夫等的就是这等强大神魂，炼化了他，老夫便能突破合体期。届时，国师，那叶辰还说，让陛下3日内去圣火宗见他。去，当然要去。老夫这万魂幡正好缺一个主魂，叶辰，你送上门来，老夫便笑纳了。叶辰，朕亲自来了，你究竟想怎样？让他说。小辈，你倒是敏锐。没错，老夫才是此行的主角。万魂老魔，你300年前不是被正道联盟围杀了吗？杀！老夫练就万魂幡，早已是不死之身。这些年潜藏王都，以异国气运滋养魂魄，终于练成魂幡第9层。原来是你。3年前叶辰灵根被废，也是你在暗中捣鬼吧？没错，当年我感应到你体内潜藏的神魂，便下了禁制抽你灵根，可惜没练成，今日正好补上。很好，那你可以死了。这不可能，这是神器！你抽我灵根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今天？叶前辈，朕也是被万魂老魔蛊惑，求前辈饶命！朕愿将半壁江山奉上。我为你的江山而来。800年前，我的神国疆域纵横3000界，你这一隅之地，连后花园都比不上。那前辈想要什么？朕有什么能给前辈的？2件事。第一，楚国所有灵脉矿藏，从今日起由圣火宗统一调度。没问题，朕这就下旨。第二，她叫林清雪，你要下一道旨，昭告天下，她是我的王妃。叶辰，是，朕即刻拟旨，封林清雪为护国王妃，一臂公主。叶辰，这太突然了。清雪，800年了，前世我没能护住你，这事我绝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万魂死了，神魂玉牌碎裂。魔主，万魂虽修为一般，但万魂幡已成气候，能杀他的人绝非等闲。据探子汇报，剑气间有神气波动，杀万魂者是楚国新崛起的一个叫叶辰的小辈。神气？一个小辈哪儿来的神气？这是万魂临死前传回的景象碎片。那道剑气，那道金光，不可能是神气碎片，那是神王的神格气息。神格？难道神域传说中的那位神王当真转世了？
天助我也！若是普通神器还罢了，神王转世之体，若能将之炼化吞噬，本座便能飞升神域。传本座魔旨，4大魔将即刻率魔军南下，务必将叶辰生擒回万魔殿。本座要亲手炼化他。叶辰，我从没想过有一天能成为你的王妃。3年前，我连照顾你的资格都没有。这3年是我该谢你。所有人都在欺辱叶辰的时候，只有你偷偷省下月例给我买丹药。因为我知道你不是废物，从第一眼见到你，我就知道你不是普通人。清雪，我前世活得太久，见过太多人，只有你，无论前世今生，对我的好从不求回报。所以，这是我神王府的王妃信物，带上它，无论相隔多少世界，我都能瞬间到你身边保护你。叶辰，主人，前方千里外血云翻滚，那是万魔殿的魔军征集令，至少有数万名魔修正在集结。他们的目标是我们。数万魔修，主人，我们是否暂避锋芒？800年前，万魔殿的祖师天魔老魔是我亲手镇压的。今天他们送上门来，正好给我练练手。叶辰，佛主有令，生前你去万魔殿炼化，识相的乖乖跟我们走，免受皮肉之苦。这么多魔修，别怕，一群蝼蚁而已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魔军听令，万魔噬魂阵！主人，这阵法能困合体修士。万魔噬魂阵，哼！你们天魔老魔当年在我面前用过这招，它的最终形态是这样的。这不可能！他怎么能反过来控制我们的阵法？因为这阵法本身就是我当年随手创的，后来才被天魔偷学了去。现在物归原主。前辈饶命！小魔有眼无珠，不知前辈是神王转世，求前辈饶小魔一命。饶你可以，回答我几个问题。前辈，请问，小魔知无不言。第一，万魔殿现有多少魔修？10万。化神以上魔将12人，合体期魔帅3人，魔主魔洛天是合特大圆满。10万魔修，助这股力量足以横扫楚国，甚至威胁到大陆中央的顶级宗门。第二，天魔老魔被镇压在哪儿？前辈怎么知道天魔老祖？他被镇压在万魔殿最底层的炼狱深渊，已经500年了。魔罗天的功法都是从天魔老祖那儿得。魔罗天在他体内中了禁制，一提到核心秘密就自爆。好狠毒的手段！既然如此，我亲自走一趟万魔殿。主人，那可是10万魔修的老巢。800年前我能镇压天魔老魔，800年后，他的徒子徒孙更不配拦我。火云，你护着清雪留在此地。叶辰，让我跟你一起进去。清雪，接下去的路我不能分心护你。你带着我的指环，万魔殿里没人伤得了你。留在这里。
叶晨，本座还没去找你，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本座这具投影有本尊70%战力，对付你区区金丹大圆满已经绰绰有余了。70%？那你还是太小瞧我了。这一剑，我只用1成力。这不可能！本座的投影连合体期都能抗衡。别用投影糊弄我！滚出来吧，摩罗天！叶晨，你逼本座用出底牌，也是你的荣幸了。你在试图解开天魔的封印？没错，天魔老祖当年被神王镇压，500年来魔气被封印炼化。今日我就以你的神王之血为引，助老祖破封而出。500年了，老祖终于要重见天日了。待老祖破封，叶晨必死无疑。很好。你帮我省了不少事。说什么？我这次来，目的之一就是把天魔提出来。当年封印他的时候，他体内藏了一件我的东西，今天正好连人带物一起收回来。封印血。你不是在杀万魂。你是在等他唤醒你800年前的封印烙印。聪明，可惜你明白的太晚了。献祭大阵起，以10万魔修之魂助本座强行突破渡劫期。魔主疯了，他在献祭我们所有人。渡劫中期，叶晨，现在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渡劫期，看起来挺唬人的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天魔噬魂掌！神王旨。这是什么神通？800年前，天魔老魔接我这一旨，封印了500年。你比他差远了。神王，你困了我500年，但你别得意，在封印彻底关闭前，我要告诉你一个消息。说。你知道当年是谁把你的行踪透露给背叛者的吗？是谁暗中布下了神域的杀局？谁？是你最信任的人，你座下4大神将之一玄天神将，没想到吧？你以为的忠犬，800年前就投靠了背叛者。你如何知道此事？因为当年玄天与我做过交易，他给了我一缕神王气息，助我突破天魔境界。作为交换，我帮他布置了神域的封神阵。正是那封神阵，让你在背叛之战中无法动用全部神力。神王，你重建神域又如何？你最该杀的人正在9天之上俯视着你呢！玄天，看来这800年你在神域坐得很稳。
很快，我就会回来了。天魔封印被加固了，他觉醒了。神将大人，您说的他是？神王叶辰，800年前被我设计打入轮回，原以为他会在凡尘磨灭神魂，没想到他竟觉醒了神王记忆。神王转世，神将大人，我们要不要即刻下界？不急，他现在的修为还不到化神，要重返神域至少还需数年。这段时间，用神陨令调3枚案子，让下界那几个渡劫期的附属宗门去把那转世之身解决掉。渡劫期恐怕不够。当然不够，但能逼他动用神王之力，加速神格消耗。他的神格每用一次，就会虚弱1分。只要拖到他神格耗尽，即便觉醒也是凡人。是，属下即刻传令。叶辰，800年前你视我为心腹，却不知道我早就是你未婚妻的人。这一局，我布了800年，绝不会让你翻盘。叶辰，你在想什么？从万魔殿出来，你就没说过话。清雪，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。我真正的身份是800年前神域的神王。当年我被最信任的部将背叛，打落凡尘，神魂历经800年才觉醒。现在我的仇人正在神域看着我。我不在乎你是谁，800年前的神王也好，3年废物叶辰也罢，你就是你，要我做什么？我要你留在这里。接下来我要去的地方太危险。不，你刚说过，800年前你最信任的人背叛了你。如果连我都在关键时刻离开你，那我和那个叛徒有什么区别？前世今生，只有你，从未变过。好，我传你一套功法。这是我神王府的7彩琉璃诀，虽不如神王诀霸道，但修炼到极致也能成就不小。清雪，我给你3年时间，3年后你若能修炼到化神，我带你一起飞升神域。陛下，您封叶辰为并肩王也就算了，毕竟他诛了万魂国师，有功于社稷。但立林清雪为王妃，荒唐！那林清雪不过是林家的庶女，母亲还是奴婢出身，让她当护国王妃，将王室颜面置于何地？陛下，3大国公府的女儿哪一个不比林清雪强？您这样做，这是在打我们3家的脸！诸位爱卿，朕金口玉言，已下了圣旨。陛下，3大国公府与王室世代联姻，这是祖制。若陛下执意如此，老臣今日就撞死在这金銮殿上。陛下，臣听说那叶辰去了万魔殿，凶多吉少。若是回不来，陛下还守着这道圣旨做什么？谁说我回不来？万魔殿的魔气，你身上怎么有渡劫期的残留味呀？司徒宰相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再给我说一遍。谁？镇国公，你刚才在金銮殿的骨头可不太硬。你是何人？这里是国公府禁地，胆敢擅闯！我来自9天之上，奉神域玄天神将之令，给你一场造化。神域？老夫不过一介凡人国公，如何能入神将法眼？你的嫡孙女秦月儿身怀罕见的太阴玄体，正合神域一门传承。只要你答应一个条件，玄天神将法旨即刻收秦月儿为记名弟子，渡她入神域。什么条件？很简单，叶辰立林清雪为王妃的册封大典上，将这枚噬神珠打入典礼现场。此珠会释放一种微弱毒瘴，短时间压制修士灵力。届时，叶辰会短暂失去战力。你们要杀他？玄天神将自有安排，你只需负责在典礼上动手，其余的由别人来做。
事成之后，秦月儿入神域，你镇国公一脉与神域联姻，万世不朽。好，老夫应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册封林清雪为护国王妃，仪同公主，钦此。臣妾领旨。陛下，老臣为王妃献上贺礼，千年血雨珊瑚一对。只需将此珠捏碎。镇国公，你袖子里藏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一对珊瑚。拿来我看看。噬神珠，以渡劫期妖兽内丹炼制，引爆后可释放噬神毒瘴。这东西，凡人界不可能有。狼爷饶命！是有人逼迫老臣。谁？一个黑衣人，说奉神域玄天神将之令，还说要收我孙女为徒。玄天的人，手伸得倒长。镇国公通敌谋逆，废去爵位，打入天牢。至于你孙女，秦月儿身上确实有太阴玄体，但玄天收她是为炼成太阴傀儡。你差一点亲手害死自己的孙女。王爷饶命！月儿真的不知祖父所谋，求王爷开恩。起来，我不是来问罪的。这印记，太阴奴印，玄天的人已经在他体内种下了引子，只需再过7日，秦月儿的神魂就会被彻底转化为傀儡，只听命于玄天。我不知道，3天前家里请了一个道士给我算命，说我有仙缘，让我喝了一碗符水之后，我就总觉得眉心发冷。那不是道士，是神域使者。王爷救我，月儿不想变成傀儡。叶晨，他只是个孩子，不知情的。抹除太阴奴印不难，但这太阴玄体本身若无人指引，日后必会引来各方觊觎。清雪，你的七彩琉璃诀正好是纯阴术界，让秦月儿做你的记名弟子，你以琉璃诀帮他洗炼太阴玄体，化害为利，你可愿意？当然愿意。谢师傅，谢王爷。玄天神将果然守信，给了我黑莲教进入神域的名额。此次任务只有一个，逼叶晨动用神王之力，加速其神格消耗。教主，那叶晨能屠灭万魔殿，连渡劫期的摩罗天都葬身他手。我教虽强，但只有教主是渡劫大圆满，正面对上恐怕伤亡惨重。谁说我们要正面对上？本座自有妙计，此乃黑莲噬灵种，以10万生灵魂血浇灌而成，只需埋入楚国3条主灵脉的节点，就能在3个月内吸干方圆1000里的灵气。楚国灵气枯竭，灵脉尽毁，叶晨若想继续突破，就不得不深入大陆寻找灵脉。没错，届时他会自己送上门来，进入我们在大陆中央为他布下的天罗地网，而且玄天神将可不止找了我黑莲教，第3枚案子就藏在叶晨要去的大陆最中心。第3枚案子是谁？天机不可泄露，你只需知道那位的实力，连本座都望尘莫及。叶晨若遇上他，必动用神王之力，到时候神格耗尽，就是玄天神将收网之时。主人，楚国境内12条灵脉已全部归入圣火宗调配。按照主子要求，我们正在扩建聚灵阵，预计1个月内可助主人突破元婴期。金丹境已稳固，储存在绿神碎片中的神力还足够突破到化神，但化神之后，什么人在地下？该死，被发现了！
黑莲噬灵种，你是黑莲教的人？放下！做梦！只要3颗噬灵种都种上，楚国灵气就完了。瞬移，这是化神以上才能用的神通，你不是金丹期吗？金丹，那只是我现在的修为境界，我的真实境界800年前就是神王了。区区渡劫初期，也敢来我的地盘撒野？你不能杀我，我们教主不会放过你，玄天神将也不会。玄天，他派你来之前有没有告诉你一件事？什么事？800年前我巅峰时期，玄天连我一根食指都接不住，他的案子，在我眼里只是连名字都不配有的杂病。左华法被杀了，叶辰。教主，另外2枚噬灵种已埋入楚国主灵脉，但左华法负责的那枚被叶辰截获了，3缺1，噬灵阵启动不了啊！由他解，反正2个月后，仅凭那2枚种子也足够吸干楚国大半灵气。届时叶辰若不想灵气枯尽，就得去大陆中间寻找高阶灵脉。教主的计划是，我们不在楚国跟他硬拼。本座亲赴大陆中央，联系第3枚案子天剑宗。天剑宗是大陆第1宗门，宗主修为已至大成期。天剑宗宗主白发剑尊，就是玄天神将的第3枚案子。大成期剑修，一剑能斩山河。大成期，那可是凡剑能容纳的最高修为，再往上就是渡天劫飞升了。白发剑尊在大成期待了800年不去渡劫，就是为了等玄天神许诺的这桩任务事成之后，神谕赏他飞升资格。叶辰若是对上大成剑修，你说他不得用神王之力？一用，神格便开始崩溃。届时，即便他侥幸活下来，玄天神将亲自出手时，他也再无力抗衡。传令下去，全教精锐随本座前往天剑宗。2个月后，在楚国与大荒的交界处断龙岭，为叶辰备好葬身之地。主人，已查清，另外2枚噬灵种埋在楚国2条主灵脉的交汇处。噬灵阵虽不完整，但正在缓慢吞噬灵气。预计2个月后，楚国灵气浓度将下降70%。叶王爷，那可如何是好？楚国数千万修依赖灵气修炼，若是灵气枯竭，国本动摇啊！急什么？2个办法。第一，直接挖出噬灵种。但需要至少化神期修士以本命真火炼化3个月，期间不能中断。火云，主人，我才元婴初期，离化神还差得远，所以用第2个办法。2个月后杀上黑莲教总站，把操纵噬灵种的黑莲教主杀了。他一死，噬灵种就成了无主之物，自己会枯萎。攻上黑莲教总站，那可是大陆上有名的大魔宗，教主是渡劫大圆满。渡劫大圆满怎么了？万魔殿我去的。黑莲教我去不得。叶辰，我听说黑莲教与大陆第1宗门天剑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若天剑宗插手，天剑宗要插手正好。我从绝景那天起，就在找一块合适的磨刀石，大成面墙够格。大成期，在主人眼里只是磨刀石。清雪，接下来3天，任何人不得踏入密室100丈之内，包括你。明白。陆神碎片中蕴含的残留神力，足以助我突破至元婴巅峰。碎片的融合过程会引发天地异象，玄天的人一定在监视，那就让他们看看好了。师傅，您看，天上有9个金色太阳。他在觉醒，800年前的力量正在一点一点回来。神迹，这是神迹！楚国王府的方向是叶王爷。破！元婴大圆满，差一丝化神。这片天地的法则在压制我。凡界容不下真正的神形突破化神以上。
不过元婴大圆满，对付大成剑修够了。9日同辉，神王觉醒。看来黑莲那老痞子所言非虚。剑尊道兄，你也感应到了，叶晨方才在楚国突破，修为直入元婴大圆满，9日同辉，那是800年前神域那位独有异象的微缩版，他必是神王转世无疑。本座在合体期时，曾在一处上古遗迹中见过壁画，神王叶晨800年前为神域至尊，麾下4大神将，总管3000世界，后来被身边的部将联手暗算，打落凡尘，玄天神将便是主谋之一。道兄果然博闻，玄天神将传下神谕，只需道兄出剑，逼叶晨动用神王之力，加速神格消耗，便算完成任务。这飞升神谕，本座在大成期压制了800年不去渡劫，就是为了剑道本座已到尽头，只有神谕才有更强的剑。道兄准备何时出手？叶晨会来找你的，届时他必经过断龙岭，本座会在断龙岭布下天罗剑阵，以3600柄令箭为阵眼，加上本座手中这柄准神器斩天。若真能逼出他的神王之力，本座也很想看看凡界最强的剑能不能杀到神王。黑莲教总巢在楚国北部3000里外的黑莲山，但上次截获的那个长老临死前，我搜了他的魂，黑莲教主已不在黑莲山，而是去了大陆中央的天剑宗。天剑宗，那可是大陆第1剑宗，宗主白发剑尊，据说800年前就已是大成期。正因为他800年前就是大成期，却不去渡劫，我才确定他也是玄天的人。您是说天剑宗和黑莲教联手了？不止，他们想逼我用神王之力，神格每用1次就会消耗1份。玄天的算盘是让我在凡界耗尽神格，等飞升神域时，他再以逸待劳。那我们能不能暂时不用神王之力？清雪，你知道神王之力是什么吗？神王之力不是一种功法，不是一种境界，它是神格的延伸，是我的魂魄本身。只要我活着，它就在。我不用它来战斗，就像不用手脚走路一样不可能。主人，那我们怎么打？照打不误。白发剑尊的剑阵是为了逼我用全力，那我倒要看看，是他的剑阵先逼出我的神王之力，还是我先以元婴修为正面击溃他的大成剑阵。王爷，玉儿虽然修为低微，但请带上玉儿一起。你留下，跟你师父看守楚国。此战我带火云和3位老祖去。叶晨，不用担心，这一天我等了800年，800年没人试过我的锋芒，正好拿一个大成剑经重新开剑。剑尊道兄这剑阵，连大成修士都能绞杀。叶晨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这剑阵里面至少有3000柄灵剑，每一柄的品阶都在地阶以上，这得多大的手笔！你来了，阵摆的不错，3600柄，以天罡地煞之数排列，阵眼是你手中那柄剑。若有人入阵，3600剑会同时绞杀，合击之力可斩大成。一眼看穿阵眼，不愧是神王。但你既看穿了，还敢入阵？谁说我要入阵？你的剑阵再精妙，也是用凡界的剑布成的，而我这柄剑。凡品灵剑在你剑前静如泥塑，还没完。2剑破去800遭，这是什么剑法？看来剑阵拦不住你。那么，本座亲自来。神王转世，今日本座便以凡界最强一剑，向神域致敬。
天剑宗正宗绝学，斩天一剑！这一剑在凡界确实称得上巅峰，可惜你遇到的是我。不可能！斩天剑碎了，那可是准神器。黑莲噬魂术，安息！偷袭，神王金环，反！神王旨果然名不虚传，但叶辰，你可知道这座断龙岭为何叫断龙岭？你想说什么？800年前，玄天神将在此地埋了一件东西，专门为你准备的。在你刚才用出碎须一指的瞬间，神王气息已经把他唤醒了。神域封印。玄天倒是舍得在这里埋了一个被封印的上古凶兽。你知道，800年前我亲手镇压过的凶兽何止100头，这气息是吞天蟒。吞天蟒，上古神兽，叶辰你死定了！被封印的畜生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！800年前我能封印，800年后你照样得给我趴下！这一掌封印上古凶兽，玄天神将失算了。800年来，你的神格根本没有削弱。现在该算算我们之间的账了。白发剑尊，大成期剑修，天剑宗宗主。你在大成期待了800年不去渡劫，就是为了帮玄天对付我。不错，玄天神将许诺，只需逼你动用神王之力，便赐我飞升神域的资格。本座在大成期困了800年，若无机缘飞升天阶，十死无生。你可知玄天为何不自己下界？自然是因为神域有神域规矩，神将不得私自下凡。错，是因为他怕我。800年前我虽被暗算陨落，但陨落前最后爆发的那一击，在他神魂中留下了一道永不磨灭的恐惧烙印。他不敢亲自面对我，既可消耗我神格，又能确认我恢复到了什么程度。他在利用我。不止你，万魂老魔、摩罗天、黑莲教主，包括你，全都是他的探路石。事成之后，他不会兑现任何承诺，因为死人不需要分手。明白了，妻子的宿命本座认了，动手吧。你也过来。饶命！阎王爷，神王大人，小魔也是被玄天逼迫。噬灵种是你埋的，楚国2条主灵脉的灵气正在流失，把噬灵种收回来。是，小魔这就收。但解除噬灵种需要小魔活着才行。我知道，所以你暂时死不了。你体内那颗黑莲魔种，我刚才送回你身上的黑莲瓣时，已经顺手种下了奴印。于是我今日起，主人。主人，这是白发剑尊，可是大成期。大成期很强吗？在凡界，大成期是最强的。那是因为你们没见过神域的人。你不杀我？杀一个被当枪使的人有什么意思？白发剑尊，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自尽全劫，我敬你是条汉子，厚葬，做我的剑奴；我不要你斩出一剑能伤到大冲巅峰修士的剑。以你的实力，何须我一个败军之将的剑？我当然不需要，但你困在大成期800年，不是因为天资不够，
是因为你一直在等玄天施舍飞升名额，心已不纯，剑心蒙尘。你若能斩出真正的巅峰一剑，天劫自开。心已不纯，800年了，本座困在瓶颈800年，今日被神王当头一棒，哈哈哈！可笑，可笑至极！叶晨，我愿为剑宗，只为向你学一剑，学成之后，我自己去渡天劫。可以。黑莲，立刻回楚国，把2条主灵脉的噬灵种收回来，少收1颗，奴印发作。是，奴才这就去。吞天蟒又被镇压了，白发剑尊和黑莲教主的气息也没有消亡，而是被种下了印记。叶晨收服了他们。我说过，用这几枚案子去试探现在的他是浪费时间。吞天蟒是我800年前费尽心力埋下的伏笔，连他都挡不住叶晨一击。你的计划比我高明。你忘了，神王最强的不是修为，是阵法。你用封印压他，等于用他最擅长的方式攻击他。800年前我背叛他，用的不是武力，是计谋。你的意思是，叶晨现在最在意的是凡界的那个女子林清雪，只要她还在凡界，叶晨就有软肋。你想对林清雪下手？叶晨给她中了神王指环，任何人靠近都会被她瞬间感应。我没说要动他，但我可以让他觉醒一段不属于他前世的记忆。也曾是几位相信，你尊道会怎样？诛心之计，他若不信，道心便裂。正是，派人去办吧。师傅，我感应到筑基中期了，修炼速度比以前快了10倍。太阴玄体本就是顶级体质，加上你的勤奋，3年化神不是梦。师傅，你和王爷怎么认识的呀？3年前，他还是家族里人人都能欺负的废物。我当时也只是林家的庶女，阅历都被人克扣。但我看到他第一眼，就觉得这个人的眼睛不一样，里面藏着整片星空。所以你就偷偷拿阅历给他买丹药？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这就是缘分吧。这是什么？不可能，这不是我的记忆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我的前世背叛了叶晨。不，那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清雪，有危险！清雪，静心，有人在攻击你的神魂。叶晨，我看到了，我的前世，我背叛了你，这是真的吗？假的，你的前世是凡人，没有前世，那是别人硬塞给你的记忆。可是那些画面那么清晰，我看到被阵法困住，我在旁边站着，没有伸手。清雪，听着我，800年前背叛我的人都是神域的有神体，你的魂魄从没有过身体。800年间你轮回千百次，每一世都是凡人，那些记忆是假象。叶晨，我主上不会放过你！你就算今日破了我这招，来日还有更多。来日，玄天连下界都不敢，只会用这种下作手段。告诉我叶晨的逆鳞碰一次，等我回神域，他死一次。叶晨，没事了，我在路上，3天后回来，等我。诛心计失败了，叶晨给那女人中的神王指环不仅能护体，还能跨空破除一切精神禁制。除非真神级神魂出手，但在凡界，真神级无法降临。我说过，那女人动不了，
叶晨800年前最擅长的是阵法与神魂术，想在他的防护下伤林清雪，不如正面消耗他。所以我改变了策略。这片大陆上有4个上古遗迹，分别对应神域4大神将当初下界时留下的4件神器碎片。叶晨已经得到了绿线剑的剑师，其余3件分别是灭世枪的枪头、震天鼎的碎片，以及你当年用过的破虚靴。破虚靴，800年前我随同叶晨出征时穿的那双准神之阵。正是，这3件神器碎片每一处都有上古守护禁制，叶晨若去取，必然要动用神王之力破解。每破解一处，神格就会消耗1成，3处下来，神格至少削弱到原来的1半。这比派安子送死高明得多。在禁制中做了手脚，每破解一处，禁制中埋藏的噬神毒就会侵入他体内1分。届时我再亲自下界收拾残局。不过破虚靴毕竟是你的东西，我把他的遗迹位置透露叶晨，你可有意见？没有，只要能杀他，区区一双战靴算什么？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该说对不起的是我。是我把神域的敌意引到了你身上。我不怕。主人，属下已收回楚国2条主灵脉的噬灵种，灵气正在恢复中。另外，属下在黑莲山总庭整理历代教主遗物时，发现了这张上古残图，上面标注了属下辨认后发现都是记载中的上古遗迹，极可能藏着主人需要的其他神器碎片。这图笔触很古老，至少是700、800年前的东西，但是这个位置标注灭世枪的遗迹、震天鼎的废墟，还有破虚靴，800年前玄天的战靴，玄天神将的战靴。那这件东西若是被你拿到，图是真的，上面的禁制波动瞒不了我，但这图来得太巧。黑莲，这张图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就在昨天，属下在整理总坛密室时无意中找到的，教主历代遗物堆积如山。这张图夹在一卷废弃的功法卷轴里。好巧，我破了诛心计，这残图就出现在你手里。叶晨，难道这是个陷阱？当然是陷阱。玄天陨落里和他背后的收解是想让我必定被破解遗迹禁制，每破一个我就会中1次暗算。那你还陷阱不假，神器碎片也不假，灭世枪的枪头、震天鼎的碎片都是当年我神王府的东西。既然知道他们在岸钓鱼，那我就把饵钓鱼，再把他们身下界的那只手一刀剁可惜。藏剑渊，这里是上古神魔之战的遗址之一，灭世枪的枪头据说遗落在此，但数百年来无数强者深入探寻，无一生还。这里的杀意不是天然形成的，有东西在吸收这些残兵中的杀伐之气，维持着一个守护阵法。擅入藏剑渊者，死！主人，这是上古战魂所化的兵甲傀儡，至少有大成巅峰的战力。不用你出手，你身后镇守的那杆枪头，是我800年前遗失的东西，把它交出来。吾乃灭世枪残魂所化，只认枪主，你并非枪主休想！灭世枪的枪主是我麾下神将灭世，他战死前最后一道凡戒，防止落入敌手。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让你认他为主？因为灭世知道，只要你沉寂在藏剑渊吸收杀伐之气，800年后会有一个金盟之人前来收回枪头，那个人就是我。你是神王叶晨，灭世效忠于我8000年。他的枪就是我的枪，神王印记是真的，末将灭世残魂，恭迎神王归来。果然，是神毒，玄天，你还真下血本。是神毒，此毒据传只有神域才有，无色无味，专是神格。主人，您没事，这点剂量不够。800年前我被暗算时，中的噬神毒是这剂量的100倍，这点连开胃菜都算不上。100倍噬神毒都没能杀死您，杀死了，只是我又活过来了。还差震天鼎碎片和破虚靴，拿到手，我便能一举突破化神，并且重组部分神王战兵。主人，属下在王都发现了一件怪事，这几日突然有大量尸涌入，据说是古城地宫即将开启。消息像是被人故意放出去的，当然是被故意放出去的。玄天知道我会去取碎片，所以把水搅浑，让各方势力都涌进去。他想让我在众人面前出手，逼我暴露更多底牌。
那我们照去无误。他们想看我的底牌，我就让他们看个够，看到他们这辈子都忘不掉。这震天鼎碎片，我万寿门志在必得。谁敢抢，就是与我万寿门为敌。万寿老怪，你这话说得太早了。震天鼎乃是上古神器，碎片自然是有缘者得之。废话少说，地宫封印还有3个时辰破碎，届时各凭本事。站住！地宫种地需缴纳入场费，每人1万上品灵石。入场费？没错，这丰天古城是我七杀殿、万寿门、缥缈仙宫3大宗门联手封锁的，想进地宫就得交钱。你可知你拦的是谁？管你是谁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。走。什么人敢如此猖狂？给本座站住！白发。是。大成七剑兄，天剑宗白发剑尊，他不是在断龙岭被……白发剑尊称他为主人，那他岂不就是？主人，有人跟着我们。知道。缥缈仙宫的公主跟了3条甬道了，让她跟。叶王爷留步！有事。缥缈仙宫公主柳如烟恳求叶王爷救命！救命！我缥缈仙宫镇守着一口封魔井，3日前井中突然涌出大量噬神毒物，宫内长老已有1半中毒昏迷，剩余人只能以本命真元勉强镇压。若再不解毒，半月之内缥缈仙宫满门必灭。封魔井，是不是800年前突然出现在你宗门禁地的那口井？王爷怎会知道？因为那口井当年是我封的，井底封印着一尊神域叛徒的肉身，真神奇。玄天在你宗门禁地埋了这口井，目的就是今天用满门中毒来胁附你，帮他做事。他让你做什么？他让我在地宫战中暗中偷袭你，趁你不备引爆一枚噬神毒珠。毒珠呢？剂量确实够杀一尊真神，可惜你选择告诉我是对的。柳如烟，起来，地宫事了，我随你去缥缈仙宫解毒。震天鼎碎片，不对劲，这大殿太空了，没有任何守护傀儡，陷阱太明显。不是没有守护者。2个叶王爷，擅入者死。上古镜像大阵，能复制入阵者的修为、神通，甚至部分战斗意识。玄天，你把这座阵从神域搬下来，花了不少代价吧？主人，我来试探他。没用，他复制的是我。不过这座阵有一个致命缺陷，它能复制我的修为和神通，复制不了我的战斗经验。你只会复制我现有的招式，但我800年前积累的战斗本能是你复制不了的。破！先出去！第一处在灭世墙头，第2处在金响阵中，第3处在震天鼎碎片上，3道毒素同时发作，而且……主人，您的修为在狂跌！主人，不是狂跌，是噬神毒在压制我的神格，3毒合一，正在攻击我的神王本源。叶王爷，我宗门有解毒圣药9转清心灵。没用，噬神毒不是凡毒，
凡药解不了。你们护法，我要用神王诀强行炼化毒素，过程不能被打断，否则毒素反噬，神仙难救。属下以性命担保，绝不让任何人打扰主人。我也是。他好像出问题了，要不要趁机？等他彻底跌落再动手不迟。快了，在1刻钟，主人就能逼出至少7成毒素。白发剑尊，让开！叶晨小儿身上3件神器碎片，你若肯分我1件，今日便不为难于你。你上前一步试试。白发剑尊，你虽是大成期，但我们这边有3位渡劫修士，加上数十元婴，你一人。加上我，柳公主，缥缈仙宫也要趟这浑水。叶王爷与我缥缈仙宫有救命之恩，今日谁动他，就是与缥缈仙宫为敌。冥顽不灵！众人听令，一起上！先杀白发剑尊和刘汝烟，再分神器。800年没真正拼命了，今日便让尔等见识天宗终极剑爪，万剑归宗！休想！够了。饶命！叶王爷饶命！是老夫鬼迷心窍。刚才你说要分我的神器碎片，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！万寿门愿献出全部产业买命。可以，全部产业，外加你的本命兽魂。你的本命兽是上古哮天虎血脉，我正好用得上。本命兽魂，若献出兽魂，老夫修为会从渡劫跌落到金丹。或者你现在就死选。献，老夫献。你呢？我七杀殿也愿献出全部产业，外加本命杀意，七杀殿的传承杀意。可以，还有你们。愿献产业，愿效忠叶王爷。从今日起，楚国大陆第1商会改组为神王府，火云真人为总管。你们所有人每月向神王府缴纳7成利润。走去缥缈仙宫，解决那口封魔井。王爷，您的身体7成毒素已炼化，剩下3成，到了破虚穴遗迹再说。先救人，再取穴。叶王爷，这就是封魔井。我们历代公主的遗训都只说此井封印着邪物，不得靠近，却从未有人知道井底是什么。井底镇压的是当年神域4大叛徒之一血冥神将的肉身。800年前神域那一战中，血冥被我一掌拍碎神格，肉身却被他以血盾逃脱。我将计就计，把他肉身封入此井，以井为牢。真神级的叛徒，那这3日突然涌出的噬神毒沫是玄天做的手脚。他在井口封印上开了个针眼大的缺口，让噬神毒一点点释出，既能让缥缈仙宫中毒，又不至于让血冥脱困。目的就是为了今日引我来。叶晨800年了，你困了本座800年，今日正好撞到你手上，本座要你死！你神格都被我拍碎了，只剩个空壳肉身，拿什么让我死？你以为这3日玄天只放了毒物，他还给了本座一样东西？自爆神符，他要引爆自己的肉身。没错，本座就算形神俱灭，也要拉你垫背。一尊真神肉身的自爆，方圆千里都得灰飞烟灭。你确定要自爆？死到临头还装什么？震天鼎，收！不，震天鼎怎么会在你手里？鼎内自爆吧。震天鼎镇压万物，你的自爆只会被鼎炼化成灵气，正好
用来给缥缈仙宫的弟子们解毒。白发，你在此等我。这裂缝中的空间乱流，大层期肉身承受不住。主人，您体内的余毒还剩3成，够了。叶晨，好久不见。玄天，800年不见，你还是只敢用虚影见我吗？破虚靴是我的东西，你以为我会让你轻易拿走？你的东西，800年前你穿的这双靴子，是我亲手炼制的，是我手把手教你穿上。现在你告诉我，它是你的东西，那是800年前。如今我是神域至尊之一，而你不过是个连化神都没到的陨落神王。那你为何不真身降临？800年前，你和血明还有那位幕后主使联手设伏，都没能彻底杀死我。现在你一个人，你敢来吗？本座这具迅影有本尊3成战力，杀一个中了噬神毒、修为只有元婴大圆满的转世身足够了。3成，你也配说3成？我的3成战力是这样。叶晨，你就算杀了我的虚影也没用，你的神格在凡界突破不了化神。我在神域等你，等你飞升那一刻，我会用你的血祭我800年神座。等着，不会太久。主人，这是化神天劫，不对，这劫云的规模远超化神天劫，比老夫当年渡大成天劫的劫云还要庞大10倍。因为我要突破的不是化神，是化神炼虚合体大成4个境界一起突破。4境同破，这怎么可能？梵蝶法则会……梵蝶法则已经压不住我了。炼虚了，3道天雷就炼虚了。他做到了。神王归来了。白发、清雪、火云，我要飞升了。属下愿追随主人飞升神域。不行，你的剑心刚恢复纯净，需在凡界度过大唐天劫，凭自己的实力飞升。这一剑是分别前送你的。谢主人赐道，属下定不负所望，1年之内自行飞升。是先去开路。清雪，3年之约还差2年，我在神域等你。记住，不管你在哪里，只要指环在，我就能感应到你。我会来找你。玄天，我回来了。他来了，这一次你没有退路了。那就战！